Hi, Paris! How are we feeling tonight? Get ready to rediscover an unforgettable summer where 24 Taiwanese performance groups made an impressive display in the heart of Paris. Their artistic prowess showcased the best of Taiwan with pulsating music, energetic dance, and a truly creative vibe.我其实发现我有严重的容貌焦虑，因为我不够高，然后我也不够瘦长。我不觉得是伤口，就它画下了一个痕迹。我现在正在跟着我的团队努力的做出我们觉得要认真玩得很好的有创意的事情，但是这个痕迹一直都会存在。如果我可以陪着某些人在这个价值里再找到额外的价值，所以我才会成立这个舞团。跳舞这件事情应该跟身形本身无关。啊，好想哭哦！谢谢神乐，谢谢可乐。大家好，我们是小事制作 ，Madame, Mademoiselle et Monsieur, nous sommes des petites choses production。我叫杨乃璇，台北人，然后我是小事制作舞团的艺术总监。小事制作是一个表演艺术合作社。如果要用分类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霍格华兹学校里面的葛莱芬多。我们试着在提供不同的选择，那这个选择有可能是有别于大众以往的美学经验。有可能在第一次看见我们团的作品的时候，说不定还略有不适，或是他还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件事情是什么，他怎么去叙述这样的舞蹈。但文化世界本身就是需要时间，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坚信的这个，就是关于认真的玩这件事情，经过时间的累积，然后从作品里面去产出，我就是希望让他们知道，同一件事情，其实你有不同的面向，你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也不想去定义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团体，在做什么样的舞蹈。
这一次那个光球音乐季的作品，有一部很重要的练习，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委托了我们做一个计划，叫做咖啡馆的跳舞时光。身为艺术家，很常在等待民众购票走进剧场。那有没有机会，观众跟艺术家的角色可以反过来？艺术家主动的走入群众的空间。那几天的练习非常有趣，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一开始会被我们吓到，因为我们的预备就是在咖啡厅里假装自己是客人，然后甚至舞者假装是 waiter， 然后开始是我们先用唱歌的方式引导大家发现，就咖啡厅怎么会有人唱歌，然后慢慢的引导，然后接着还有一个是咖啡厅里面会发生的事是什么？会有咖啡杯、水杯，然后甚至可能有情侣吵架，我们把它变成肢体化，让大家可以看见这么习以为常的事件可以变成舞蹈的这样的转换。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怎么样用我的专业去了解观众此刻的需要，以及他对这件事情的接受与否？其实那是一个蛮有趣的练习。什么是舞蹈？它可以是戏剧院里面的芭蕾舞型，它可以是街边广场舞的阿姨们。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家里，如果爸爸妈妈听到音乐，然后两个可以牵起手，轻轻的在厨房跳起舞？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舞蹈。所以舞蹈到底什么？这个每个人定义不同，但对我来说，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动起来。刚成团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练习，因为我们可能接到了演出，可是我们就是经费不够，我们没有地方练习。那因为那时候我有很多跳街舞的朋友，那我就发现他们其实常常拿了一个随身的音响，那你就可以在中正纪念堂啊、国父纪念馆，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马上就是随地起舞。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经有一番说服了我的舞者，是否愿意跟我离开这样的舒适的空间，到户外去做练习。那练习久了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录影上传到自媒体，那大家看到就会好奇嘛，我们才开始想说，哦，原来大家想要加入舞蹈练习，或是成为一个舞蹈风景是有相对意愿的。大家都说上班有那个 Monday Blue 嘛，我们就想说试试看，要不要放在礼拜一的晚上下班之后来到这边，可以成为他们一个舒压的场地。这个场域因为没有镜子，没有镜子的时候，比较不会去评断你身材是否好，没有任何人会去批评你会不会跳舞。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个其实是你身体本身就拥有的内建。那我只是在偷偷塞一个说明书跟你说，我可以这样哦，提醒你不要忘记你是可以的。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唱歌，每个人都可以煮菜啊。那只是说，当它变成职业，它有另外一种要求。可是生而为人的那个内建，我觉得他需要被提醒，就是不要忘记。我是在18岁的时候创立这个剧团的。那我出生的地方，我生长的城市呢，它是在台湾的南边，叫嘉义，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它是全台湾人口最少、老化最严重的一个县市。会有这个剧团，蛮重要的一个想法，其实是我出生的地方，它很少这种现代文化艺术的东西。所以当我考到了台北的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可能是我的家乡第一个在这个艺术大学读书的人，所以那我就来做做看吧，也没多想。所以大概21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路。取软这个名字其实是一个台语发音，指的是我们。他谈的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剧场里面做事，那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包袱、没有阶级，大家必须得一起合作才能把制作完成。所有的艺术单位大概都会训练你走入殿堂，你在最大的剧院导戏，其实在身边充斥着很多学校没有教，可是你明明觉得它更有魅力或是更有活力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离开我们所在的剧场，走到地方、社区跟校园去产生一些行动。比如说我们学习打北管，每一年台湾妈祖绕境，这是亚洲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我们就会跟新港一个100年的北管团，在新港的入口打北管欢迎妈祖。或者说嘉义有传统100年的八家将，我们跟着出队，我们也跑野台啊。在嘉义每一年鱼池爷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摆一台布袋戏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回归到生活日常，台湾最精彩的长明魅力也就在那里面。如果它在那里，那软剧团就要在这里面。这样。我那时候设定的一个题目就是我的名称叫做小岛小宴，就是 Little Island， 但是我英文偷偷放 Big Feast。譬如说我是以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话，多半对于亚洲或是台湾、日本、韩国的第一直觉是美食。然后后来就发现，因为我希望可以跟一个跟我们国家完全不熟悉这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是它的长成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开启这个对话，所以我就想到食物。
为什么有一些外国朋友来到台湾之后会对台湾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是主要就是热情的台湾人会想办法把他们喂饱。我就在想，就是关于台湾人这种所谓我们会常常讲好客啊这些的状态，要怎么样用舞作去呈现？所以我们现在选择是一样，就是跟现场的装置，它有那个红色的板斗嘛。OK， 他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装置，他其实会有记忆上的联想，然后再来是。我们可以依照观众的心情、他的想象，然后由舞者及时的帮他完成一个作品。然后我发现这很像在一个台湾点热潮的过程，所以我想说，也许有机会，我透过跟现场的请观众点菜的这个过程，我们现场一起去完成这个作品，这样一个小小的作品，但他能不能尝到台湾人的滋味？我自己觉得这一种场面的东西也是蛮影响我。因为以前呢，资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其实早期的文化教育功能，传统戏曲扮演非常大的作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的小朋友，他们有机会知道一些历史人物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就是这种教育功能。教育的功能，文化教育的功能。当代其实科技已经很进步了，我们的教育系统也很完整，这些事情其实已经不那么需要透过传统戏曲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思考这个题目？我所想的其实很简单，要保留什么，要改变什么。要保留的事情是台湾的这些传统戏曲，它的身段，它的灵活，然后它的随创，这个东西是走遍世界独有的魅力，绝对要保留这件事情。可是呢，我要做出变化的事情，我就在想这一些老题目我怎么翻转。在传统戏里面，大家最喜欢的比武招亲，我们就作为一个假设，就是说，那如果今天婚姻的对象是同性呢？这出戏的比武招亲，其实在前面人家来看的话，人家会觉得说，就是就很简单的王子选妃啊，结果殊不知到最后才发现说，来选妃的2个女生就是互相看对眼了，对，然后王子可能他也不是喜欢女生，所以我很久不娶妻就是这个原因。这种状态只是反映在说，我的爱没有性别这样子而已，不是因为你是男生或女生我爱你，而是因为你就是你，所以我喜欢你。其实谈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说台湾是一个足以走到前面去面对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性向，并且给予尊重，因为我们是亚洲第一个同婚的国家，这样。昨天表演感觉怎么样？我本来想说来欧洲嘛，应该好像出外，结果一来就有一种赶回家的感觉，也是很像就是没有靠为我。哎呦，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是比如说在欧洲的台湾人侨胞，所以他们说来要看歌戏，所以他们也有回家的感觉，我们也有，所以那个感觉我觉得令人觉得满足。
Thank you so much for today. And thank you so much to spend your great afternoon with Taiwan Pavilion. It's our great pleasure. It's never been easy, so I will invite you to give those who made this happen behind the scenes. Please give them the big applause. Thanks to all the dancers again. 可以代表软剧团的几个关键字。我觉得第一个 hashtag 一定有混血吧，因为它是多元文化的杂糅。第二个 hashtag 可能是情感吧，这个情感它回到我们的团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陪伴。第三个 hashtag 我想还是回到支撑我们长到现在我们的台湾文化这件事情。我们的 hashtag 是什么？做好小事成大事。好无聊哦，这是蛮无聊的。小事制作。好吧，那就是做好小事成大。好烂哦。